大家好，我是王毅。大家好，我是浩然。欢迎收听我们的慢速中文播客。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很特别的话题，和中国的办公室生活有关。如果你去过中国的办公室，尤其是中午的时候，一定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。没错，就是中午12点半之后，很多办公室会突然关掉所有的灯，整个房间一下子变得很暗。这时候，员工们不会下班，也不会继续工作，而是趴在桌子上或者靠在椅子上，闭上眼睛。你是不是很好奇，为什么中国人在办公室里中午一定要关灯休息？这种习惯是怎么来的？今天我们就来详细说说中国的午睡文化，帮你解开这个疑惑。听完这一期，你不仅能明白背后的原因，还能学会很多和日常生活相关的中文表达。浩然，你中午有午睡的习惯吗？有啊，我每天中午都会睡20分钟左右。如果不睡，下午工作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困，注意力不集中。我也是这样。其实在中国，不管是上班族、学生还是老人，很多人都有午睡的习惯。对的，尤其是在办公室里，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，几乎是大家默认的午睡时间。很多公司还会专门安排午睡时间，不会让员工在这个时间段工作。有的办公室会准备折叠床，有的员工会带 U 型枕，就是为了午睡的时候更舒服一点。我见过很多人中午就直接趴在办公桌上睡，虽然姿势不是很舒服，但也能休息一会儿。是啊，而且不只是办公室，学校里的学生也会午睡。中午下课之后，大家会趴在课桌上休息40分钟左右，然后再上下午的课。老人就更不用说了，他们时间比较充裕，中午会睡1个小时甚至更久，起来之后还会去公园散步、聊天。所以说，午睡已经深深融入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，成为了一种不可缺少的习惯。那你知道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喜欢午睡吗？不是所有国家的人都有这样的习惯。这个问题我想过，首先和中国的气候有关吧。中国很多地方夏天的时候特别热，中午的太阳很大，温度很高。对，夏天中午的时候，外面又热又晒，不适合外出，也不适合工作。这时候睡一会儿，既能躲避炎热，又能恢复精力。还有就是饮食习惯，中国人中午一般会吃米饭、面条这些主食，吃了之后很容易觉得饱，也容易犯困。没错，我每次吃了午饭之后，都会觉得脑袋昏昏沉沉的，就想闭上眼睛休息一下。从健康角度来说，午睡也有很多好处。中午休息一会儿，可以让身体和大脑都放松下来，下午工作和学习的时候效率会更高。而且长期坚持午睡，还能减少疲劳，让身体更健康。尤其是对于上班族来说，每天工作很累，中午的短暂休息非常重要。还有一个原因，可能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关。古代的时候，人们的生活节奏比较慢，遵循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的规律。中午的时候，太阳在最高处，也是一天中最容易疲劳的时候，所以会停下来休息。这个说法很有道理。这种习惯一代代传下来，就成了现在中国人的午睡文化。虽然午睡是个好习惯，但在以前，很多办公室是不允许员工午睡的。对，我听我爸妈说，他们年轻的时候上班，中午只有1个小时的吃饭时间，根本没有时间午睡，吃完午饭就要马上工作。那时候大家觉得上班时间午睡是偷懒的行为，会被领导批评。但是现在不一样了，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重视员工的健康和效率，所以慢慢允许员工中午午睡了。有的公司还做得很好，会在办公室里开辟专门的午睡区域，放一些沙发或者折叠床，让员工能舒服的休息。
我朋友的公司就是这样，他们的午睡区域有窗帘，还有小枕头，中午的时候大家可以进去睡一会儿，特别方便。这样一来，员工下午工作的时候精力更充沛，工作效率也会提高，对公司来说也是一件好事。没错，现在很多年轻人找工作的时候也会关注公司有没有午睡时间，这已经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考量因素。所以说，办公室午睡的文化也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慢慢变化的，越来越人性化了。浩然，你有没有发现中国不同地区的午睡习惯也不一样？当然发现了，比如在南方地区，像广东、广西、四川这些地方，人们的午睡习惯更明显。对，我去过广东，那里的人中午几乎都会午睡，而且很多商店和餐厅中午也会关门休息，下午2点之后再开门。这就是所谓的午休，在南方很普遍，因为南方夏天更热，中午的时候大家都不想出门，所以干脆休息一下。那北方地区呢？北方人午睡的习惯好像没有南方人那么明显。是的，北方夏天的温度虽然也不低，但比南方稍微好一点。而且北方人的性格比较豪爽，生活节奏也相对快一点，中午可能就简单休息十几分钟，或者不休息。还有一些大城市，比如北京、上海，生活节奏非常快，很多上班族中午的时间很紧张，可能只有半个小时的吃饭时间，根本没有时间午睡。没错，这些城市的上班族中午可能就在公司楼下吃个饭，然后马上回到办公室工作，或者处理一些私人事情，很少有时间午睡。所以说，午睡习惯也和地区的气候、生活节奏有很大的关系。虽然午睡有很多好处，但如果睡不好，反而会影响下午的状态。对，这一点很重要。那你知道午睡有哪些注意事项吗？首先，午睡的时间不能太长。我听说午睡时间最好控制在20到30分钟之间。没错，如果睡的时间太长，比如超过1个小时，就会进入深度睡眠。这时候醒来会觉得很昏沉，反而更累了。我有过这样的经历，有一次中午睡了1个半小时，醒来之后脑袋晕晕的，下午工作的时候一点精神都没有。所以说，控制午睡时间很关键。其次，午睡的姿势也很重要，尽量不要趴在桌子上睡，这样会压迫颈椎和眼睛，对身体不好。但是在办公室里，很多人没有别的选择，只能趴在桌子上。这时候可以准备一个 U 型枕，垫在脖子下面，会舒服一点。还有，午睡的时候最好找一个安静、光线暗的地方，这样更容易入睡，睡眠质量也会更好。办公室里关灯午睡，就是为了营造一个光线暗的环境，让大家能更快地睡着。另外，午睡的时间也不要太晚，最好在下午1点半之前醒来，不然会影响晚上的睡眠。浩然，你有没有遇到过外国人？他们对中国的午睡文化有什么看法？我遇到过一个来自美国的朋友，他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，看到办公室中午关灯，大家都趴在桌子上睡觉，觉得特别奇怪。他是不是觉得上班时间睡觉是不认真工作的表现？对，他一开始是这么认为的。他说，在美国，办公室里很少有人午睡，大家中午吃完午饭就会马上回到工作岗位。后来你有没有跟他解释？解释了。我跟他说，中国人午睡是为了下午能有更好的精力工作，这是一种很普遍的习惯，不是偷懒。他能理解吗？慢慢就理解了。他还说，觉得中国的午睡文化很好，后来他在中国待了一段时间，也养成了午睡的习惯。其实很多外国人一开始都会对中国的午睡文化感到好奇，但了解之后都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合理的习惯。
还有一些外国人来到中国之后，也会入乡随俗，跟着中国人一起午睡。他们说，午睡之后，下午确实更有精神了。所以说，午睡文化也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，慢慢被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了解和接受。好了，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中国午睡文化的话题，从午睡的习惯、原因到办公室午睡的变化、注意事项，还有外国人对午睡文化的看法。希望这一期播客能让你对中国的午睡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。如果你也有午睡的习惯，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，你一般中午睡多久？是怎么午睡的？如果你没有午睡的习惯，也可以说说你下午工作或者学习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困？喜欢这一期播客的话，一定要记得点赞、收藏，这样我们就能知道你喜欢这样的内容。还要关注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会定期更新慢速中文播客，带你了解更多中国的文化和生活。我们会用简单的中文慢慢讲，让你轻松学好中文，同时了解中国的故事。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再见。